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宜佑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周润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好，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大家在看的国际重头戏啊，就是川习会。那么，川普并没有参加 APEC， 而是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啊！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口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也是延长为1年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是美国先发动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分离出口企业，美方晶片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因为他讲到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
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它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呢，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啊，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啊，根据专家的分析啊，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啊，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卓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丧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是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让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两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哈。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他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啊 H20，那后来连 B30A 啊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啊，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洪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搞。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哈，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哈。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哈，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好，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叶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国内的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对，眼下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